这个是我亲手做的，但是时间有点匆忙，做的有点简单，你别嫌弃。我小的时候总是在想，为什么弟弟过生日的时候可以穿漂亮的衣服，和奶奶一起，和很多人一起开生日派对，为什么我不行？是不是奶奶不喜欢我？于是我就想办法讨好她，后来才发现，根本就是于事无补，也就不再讲过生日了。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早都没事了。那我想让你更开心一点。你能感受到吗？我的心情因你变化。我喜欢你无畏的眼睛，好似偷偷藏着缱绻的爱意，写下一篇关于我们的诗，结局未完待续。生日快乐！许愿吧。还有。不然，快许愿，快！好。玉蝉花的花语是相信古巷的玉蝉花会开败，但有些花会永远盛开。这是我亲手设计的，我能为你戴上吗？变成温柔的雨滴，一步一步在你的倒影，轻轻走出圆满的剧情，来不及变成温暖的羽翼，为你抚平叹息，为你拨去无语。也许像玻璃瓶秘密都装进心底，那些透明的曾经，在我手心清晰。Let me just be your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在爱与被爱中交替，美不到心有力气。I wanna be your everything， 给我勇气的鼓励，变成你。我还有点生气呢。抱紧那我再努力。你不是说你没谈过恋爱吗？来不及，这会儿怎么一套一套的？一步一步在你的倒影，
轻轻走出圆满的剧情，来不及变成温暖的语音，为你抚平叹息，为你拨去乌云。也许像玻璃瓶秘密都装进心底，那些透明的曾经在我手心清晰。 Let me just be your everything， 在爱与被爱中交替，每步都心有灵犀。你这是答应我了？真好。真好。世界里，唯一不变的是你，我和你在一起，形影不离。Let me just be your everything， 给我勇气的鼓励，变成一切，抱紧你。 睡好了吗？睡好了吗？睡得可好了，我还做了一个很温暖的梦。 梦里有我吗？梦里有我吗？喂，昨天走这么早，也不跟我说一声，你是有第二场吗？崔阳帮我过了一个阳历生日。你不是不喜欢过生日吗？那是因为之前有不好的回忆。 但是过了昨天晚上，我觉得我不会再排斥过生日。听你这么说，昨天晚上应该挺高兴的吧？他跟我表白了，你同意了？我当然同意了。他明明知道你的身份，还瞒着你逗你玩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陆存阳这么有心机的人，他知道你是一家人，把你留在身边，肯定是别有企图。你也不问问清楚的吗？这没什么，我们都已经说明白了。 喂，你的粥。
上班要迟到了。这么巧，怎么会同时笑？你嘴角摇得那么微妙，落花会飘几秒，谁会知道？这心动还会持续好几秒。想要和你一起去海岛，希望你不要轻易拒绝我的邀。没有其他烦恼，心动持续每一秒。除了你没什么需要，好想要带你一起去城堡，希望你不要轻易拒绝我的邀。没有其他打扰，心动持续每一秒，就让城堡被爱围绕。干嘛？你不是想了一路了吗？我没有。妈，对不起嘛，紧急情况，体谅一下。不然你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怕被别人看见？你是不想对我负责吗？我没有，那你为什么要躲？不是我。哎，你不要误会。那我们就这么去公司。我不是嫌弃你，你看，我们俩现在虽然谈恋爱在一起了，但这里是公司，你是公司的老板，如果被别人知道你搞办公室恋情，那别人会怎么想？要是他们也……你这些废话说服不了我，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。哎呦，反正我不行。好，都依你。不过别让我喝，10分钟以后再上来。以后我们俩上下班的时候都要错峰坐电梯，不许被别人知道我们俩谈恋爱。早。陆总好，陆总好，陆总好啊，陆总，你们忙，你们忙。小杨，你这个图画的越来越好了。谢谢老板。不然你这个图画的就是没有小杨好。不然，去帮我泡杯咖啡，我勉为其难帮你改一改。好的，陆总。认真工作。
这茶水间得装修一下，这高度不太够。不然，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呀？过来帮我看看。好的，陆总，你先接吧。咖啡机坏了，放个东西喝吧。好的，陆总。这种人是怎么着进品生？陆总，我真是第一次讨厌别人这么叫我路子。把鞋带开了。这会开的累死了，走，去个下午茶吧。快点回去忙呢。我去下一个地方等你。约会时间到，茶水间见。你们赶紧回去准备一下，下午要开会的。陆总，好嘞，好嘞。嗯。不然，没人了。不然，陆总还能喝上咖啡吗？那个咖啡机坏了，坏了。不然这个文件拿回去找人签一下。好的，陆总。走，我带你去吃饭。这种灵感估计什么都画不出来。知道你为什么画不出来吗？因为你没有吃饭，你要吃饱饭才会有灵感。推一下。你真舍得我走啊？你在这我没法工作啊。那你送送我。大哥，你几岁啊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女朋友送我，送我嘛。好，我送你。路上小心一点。怎么，还要我送你下楼啊？会有人上来的。都下班了。这么监控。哎呀，只有我能看。陆总好。还没下班啊？是的，陆总。以后少加班。好的，陆总。
再见。你也到了。电梯不安全，我送送你。电梯挺快啊，再调整调整。我就说都下班了吧，来吧。走开，别闹了。没事儿，真没人了。陆总。陆总，陆总，公司一共就5层，没事就走楼梯，锻炼锻炼身体。好的，陆总。走。请进。老板，你找我？对，古巷的设计比稿，我想交给不然来负责。老板，你是不是太偏向不然了？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不然的能力。我会通知设计部的。老板，不染的玉蝉花是你送的？嗯。你去忙吧，古巷的项目进程得抓紧提上日程。好。今天我们开会的内容是古巷改建的设计事项。经过前期同事们在古巷的实地考察，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，有了以下的初步设计方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就是我们古巷的实景照片，大家看一下。古巷的环境优雅，植被较多。改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保护。下面有请我们本次设计的主设计师不染上台，为我们做详细讲解。就如刚才姚密所说的，在大家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之后，我们也发现了其中的问题。我们这次改建呢，首先要加强它的安全措施，环保节能，还要增强它的公共设施。然后在改建的过程中，应该最大限度地尊重并且保留古巷的原有历史风貌。如需进行拆除或是结构改变，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，进行详细的记录和照片的拍摄。在改建完成后呢，还应该考虑如何回收并利用废物资源，减少环境污染。以上。感谢不染的分享。今后的工作，我希望市场部能够加强与各供应商之间的配合，不许再偷拍我。然后设计部这边，我希望你们能够积极配合不染。陆总，有请陆总为我们总结发言。不然，我觉得你讲的还是不够详细，到我办公室来，我好好给你讲讲。这讲的挺好的呀，是好啊，讲的挺好的。挺细的呀。怎么了？说怎么了？不知道。你没完了是不是？不然被叫办公室了，这下惨了。你说里面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吧？会啊，看起来有点冲动。你想死啊？不想死，
想你。行，看谁怕谁。我。和不然该不会打起来了吧？好像是，还挺激烈的。哎，不然早看陆总不爽了，但我没想到他真会动手。都没工作吗？还有时间聊领导八卦？姚蜜，你赶紧去看吧，再晚怕是要出事儿了。这是不是？这干嘛？陆总，有话好好说。你刚才扔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？你现在知道捡了？你搞试试。今天是陆总您先挑事儿的，如果你以后继续公私不分，类似的事情还会再发生的。注意你的态度。以后会注意的。姚蜜，以后注意管理公司的上下级关系。这我自己可以收拾，没事了你可以出去了。哎呀，这屎扔的到处都是。真的有点烫啊，家里有体温计吗？你呀你，出门不看天气预报，降温了不知道加衣服，下雨也不好好打伞，感冒了吧？没事，多喝点热水就好。你别动，你乖乖待着。你负责好好休息，我负责好好照顾你。感冒而已，大惊小怪。你别爹味儿这么重精神。把药喝了。啊！来，把药喝了，好好睡一觉，发发汗，就会退烧了。生病了还要拍照啊？我要记录下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，等到老了可以一起看。这个想法挺好的。我女朋友这么可爱，那我也要拍照。你疯了吧？快删了！我们在一起越是正大光明，越让关心你的人放心。我已经官宣了，没什么大不了。走，送你睡觉。帅吗？不，是非常帅。哎呀，你呀，好好睡一觉，睡醒了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可是我睡不着。
看小朋友睡不着的时候，你也是这样哄他们的吗？嗯，今天你生病了，你也是不染小朋友。睡吧。看你胃口大开，我就放心了。你都花那么多时间陪我了，我再不好透，这公司得损失多少大业务？有老板娘的态度。我肯定得为你考虑啊，你都那么想着我了。早上我去公司的时候你不在，是不是去老伙计了？我猜你一定是趁着我工作的时候，先去把让我分心的事情搞定。果然不能低估优秀设计师的洞察能力。我去老伙计，秦勋已经出去了。秦勋肯定是在等着当面原谅我，自己找他就行了。感谢你的奔波和信任，还有这顿大餐。就口头说谢谢啊？把眼睛闭上。干嘛？闭上。中午不让劲儿的送来的，这会儿都凉了。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面馆吗？我给你打包了这儿最好吃的，你中午先别吃啊，等我给你带过来。故事的开始总是默契的完美，每个甜蜜滋味反复的回味，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你的跟随，认定了谁那么的绝对，我忍住眼泪想挽回，你却向后退，原来有种成全也可以是差一点完美，每次我可以背对背，是因为害怕被发现落泪，究竟什么是错，什么是对，我应该后退，每次你笑得有多美，我就会假装心中伤悲。我对你之间从来没有产生过男女之间的感情，虽然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，但是我不能错把感动当成心动。是因为害怕被发现落泪，究竟什么是错，什么是对，我应该后退，每次你笑得有多美，我就会假装心中伤悲，你的爱太完美，我应该捍卫。还没睡啊？我睡不着。你今天跟姚明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啊？没见你这么紧张过。没事儿，就是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儿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，但你们遇到麻烦我使不上劲儿的感觉，很不舒服。知道。
二叔，别担心，早点休息。是我，易敏才。明天咱们行业的聚会，你最好亲自到。只要你当着整个行业的面宣告你跟不染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么我会为你的养父和妹妹保留一份尊严的。我可以理解为你是在威胁我们。陆总，不染和陆思琪之间，总得有个人受点伤吧？要我选，还是妹妹比较重要吧？啊？今天的事跟二叔有关，对吗？他又要做什么？都是一些可笑的小伎俩，还轮不到你出手呢。既然我们已经开始交往了，遇到困难我们要一起面对，不是吗？我知道，我有能力解决，这件事情交给我好吗？你到底在瞒我什么？要么说，是因为二叔又做了什么，不然就是因为我的身份你不能告诉我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提防我是一家人，要不就是你和姚明我不能知道的关系。你就这么不信任我？是你不相信我。感觉味道变了。是我给司机打的电话。我知道，老许跟我说了，你就是思琪的哥哥。你难道不好奇我为什么这么做？除了替不染试探我的真心之外，我想不到第二个理由。你没有把思琪就是姚乐飞的事情告诉易家，说明你没有真的打算害我。怪不得你说这个咖啡感觉味道变了，原因就是你想太多。这是爸爸生前的日记本，我想你应该想要看一看。喂，你这天黑了才想起我啊？我已经到家了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老伙计。你是带着对我的一腔不满去的吧？你们俩一定骂我骂得十分痛快。妈饿了没？回来煮面给你吃。你白天跟女朋友吵架，晚上煮面赔不是？你这变脸比川剧还厉害。可惜我不解风情，在老伙计吃饱了。不饿。唉，确实可惜了。我熬的高汤煮面，鲜香美味，吃一口唇齿留香，不知道多带劲。你不饿的话，我只好一个人吃2碗了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做的不好。对不起什么？你哪里不好了？
对不起我女朋友的关心，没有好好跟你解释，还冲你发脾气，是我不好。你道歉的态度倒是很端正。做你男朋友总不能一点优点都没有吧？不然我女朋友跟我在一起图什么？图你人帅钱多有眼光，还会煮面。真好。饿了吗？嗯。那我们煮面吃。关于姚乐飞，陆晨阳，我想通了。那天我对你发脾气，我也有不对。虽然你是我男朋友，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要告诉我。你也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。以后如果你判断某些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即使我是你女朋友，你也不用告诉我。我完全相信你。吃面吧。有这么好吃吗？我是尊重你的劳动成果。你慢点吃，吃完了我再给你煮。够了。吃完这碗我就要减肥了，这2天一直生气，吃很多，肉疯长。别人都是生气吃不下东西，你还挺特别的。我就不能给自己的嘴馋找个借口？干嘛惆怅？面都不香了。那这周末我带你去放放风。我倒是想，但是没时间。古巷改建的设计还在不断推翻当中。我有个一举两得的主意。不然。哎，别打我！我鞋带开了，别这小心摔倒！让你吓我！我不下。黑夜的微光闪烁着，指引我步步走向你，跳动着独立的2个心，太接近命中注定，只叫我梦里都是你迷离的眼睛，你看着我，我很确定是爱情。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. I can do everything. 之前委屈你了。我能想到二叔和心仪用这么蠢的把戏，但是没想到 Carrie 最后竟然会帮忙。再狡猾的人也有他的无奈，只要你懂了他的无奈，他自然会跟你站队的。以后我也会尽量学会懂你的无奈。我的无奈就是你动不动转身就走，不是要搬家，就是不理我。我唯独拿你没办法。我反省，我改正。我一直都觉得我的人生中遇见你是最幸运的事儿，希望我们可以一直长长久久的一直在一起。那你怎么保证？我用我人生攒了30年的运气在你身上 all in， 这样总可以了吧？走吧。还走啊？你想找设计灵感，少不了要多走走看看。就不能多歇一会儿吗？好歹也算我们2个约会。才走这么点路，
就累了，说好要陪我一直走下去呢。那我还要问我爸，问他怎么选的人，都不知道心疼我的膝盖。这样总可以在叔叔面前美言几句了吧？放我下来，这样你的膝盖会受不了。你这么轻，没问题的。好的，那我就享受一下男朋友的福利。喂，田雪，现在轮到你站出来了。我们齐心，一定给陆存阳一点颜色瞧瞧。别说是不染了，该属于你的，我通通帮你拿回来。要给陆存阳颜色看看，我自有打算。你当我不知道你给我那个股权转让协议是张空头支票啊？我假装答应你是为了替不染探探敌情，以后我们没有联系的必要了。耍我，你会付出代价的。妈，子禾最近报了个总裁班，在经营思路上跟大佬开拓点见识。我看他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了，收心收了不少。收心是对的，你们俩呀要多腾出时间，多花心思在他身上。我想你们先不用去公司了，把联姻的事情尽快安排上，娶一个门当户对的贤内助，或许我还能指望他。妈，子禾还小，这事儿应该不着急吧？同样的话，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杨明给你打电话了，你要回一个吗？他找我都是工作，今天我只想跟你待在一起。今天累一天了，帮你按按。嗯。左边。好的。舒服吗？嗯。你说我们今天踏青、逛超市、买菜回家做饭。我怎么跟你谈个恋爱，马上就奔老年生活了？情侣这些浪漫的事一件都没做。怎么老年生活了？那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和你一起压马路。一起穿情侣装，一起看星星、日出，一起亲亲。回来了怎么不接电话？
谁来了？应该是姚蜜吧？小，帮帮我！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你去超市了？我把东西给你放冰箱了。你放那儿就行了，我自己收拾就可以了。你自己收拾行吗？你怎么突然想起来去逛超市了？给你打电话不接，发短信也不回。以后这些东西你不用帮我采购了，我自己可以。你不是嫌干这些事情耽误时间吗？自己逛超市当然没意思了。太晚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饿了，我煮个面吃。我今天忙一天了，你回去点外卖吧。那我喝个茶走了。喝茶容易兴奋，我想早点睡觉。你跟不然，我们和好了。看来我之前在聚会上的自作主张，不算是帮倒忙。老板应该谢谢我才对。我谢谢你，但别再有下一次了。太晚了，我去洗个热水澡，你回去休息吧。哎呦，他走了吗？我跟他说我来洗热水澡的。聪明啊！但是姚蜜怎么知道你家的密码？我的错，马上改。喂，姚蜜还在外面呢。请进。刚好，不染把古巷改建的设计图最后定稿发给我了，看看。上午去扎了针，马医生说我治疗迟迟没有效果，可能是因为太忙的缘故。你不要太着急，这个事情得慢慢来。我想把这2年的年假一起休了。现在嘛，公司马上要面临一个大考。老板指的是古巷改建的投标吧？不染的设计已经收尾，马上就要进入投标流程的下一阶段。公司对于这种业务早已驾轻就熟，老板您就放心吧。我正好趁此机会给自己放放空，顺便再采采风，有什么好的思路随时跟您同步。你都这么说了，好吧，我给你批假，你自己出门一定要小心一点，最好能找个朋友一起同行，路上有个照应。我最想跟老板一块同行。我这一大摊事儿呢。说笑呢，等公司赢下古建改建，再安排好了。一言为定。对了，易华一直对古巷改建的项目虎视眈眈，我担心他们又会做什么手脚。你把设计图备份好后放好，所有设备里的存稿全部删掉，这样我才放心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好的。
来接你下班。你的设计我认真看过，我对你很有信心。我没设计过这么大体量的，确实有点压力。自信一点儿，你可是赢过陈曼妮的人。那可是托了你的福，我还是清楚自己和知名设计师之间是有差距的。你的定稿我看完了，我觉得你的设计不哗众取宠，更耐看，更有温度，而且更有美学生命力。就像你一样，越相处越喜欢，越来越喜欢。虽然听起来有点肉麻，不过我喜欢。我知道。我的巧克力吃完了，你去楼下的便利店帮我买一盒。没问题，我在楼下等你。一旦设计图纸被甲方认可，我就不相信这陆岑阳他会有失体面的跳出来，还指认我们抄袭。不过，他要真的较真的话，咱们也不怕，咱们可以把责任推卸到不染身上，说他出卖的品上。华董来的真早啊！陆总，气色很好，是以为赢定了？小心阴沟里翻船。我的信心是易华给的，你们把最好的设计师让给了品上，我当然有骄傲的资本。不然吧，我比你更了解她。这丫头最大的本事是说一套做一套。想让我出卖品上，没门儿。不然，棋子只配被人利用。你将要上的一课会很深刻的。妈，华董还敢用这种情绪管理不及格的中年男人吗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比你一家人更忠心耿耿。为什么他们还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？这边，我们也进去吧。别担心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公司关于古巷改建的主张就是全部翻新，追逐潮流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有请易华集团展示并陈述古巷改建的方案。很荣幸参与这一次古巷改建的招标。易华对这一次的古巷改建项目设计方案十分重视，召集了全国最顶尖、最懂东方美学的空间设计大师，以新老结合的设计师组合，力求在传承古典建筑美学。为什么我的方案还会落在他们手上？打造出让年轻人喜欢的新文化村。易华这次的方案很创新的。妈，我相信里面的东西应该能让我将功折罪。这是什么？我虽然系大哥在您心目中永远比我重要，可是我始终想着，
为您为易华出力，我在品上收买了一个员工，拿到他们的设计图纸，并进行了优化。另外，我还找了关系，让我们在品上前面介绍方案。难得你的思路和我同步，命才知耻而后勇也。谢谢妈夸奖。他们抢在我们前面发布了，那我们该怎么证明这是品上的方案？以上是易华设计的阐述。易华身为到底是谁泄露了不然的方案？在设计上，本着向在座的诸多新生力量学习的态度，来参与本次的竞标。能不能被选中，我都希望我们能为乡村文化的振兴与建设贡献绵薄之力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易华的方案太完美了。接下来有请品上集团展示并陈述古巷改建的方案。品上这次对，远远超过易华，人易华做的已经非常好了，我还是挺期待品上的方案，他们也是有了解。品上这次的项目，等一下，新方案在陈曼妮的协助下及时完成，接下来交给我来阐述吧。没事，掀不起什么大浪。各位好，我是品上的姚乐飞。最近，我与著名设计师陈曼妮老师走访了一些文化气息浓厚、发展和保护都做得不错的古巷，并邀请了陈曼妮老师为我们的方案做出了优化。大家请看。这概念确实不错，大家能看到。古巷升级不光是给它化了个妆，还要赋能古巷诗意生活的全景规划，包括文化发掘、景观修复。更重要的是要让年轻的原住民想要回家，愿意回家。难道陆贼阳早就有备案？想要来到古巷，看到能让他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如果我们拿出的方案是不染技术上的1.1版，那么眼前这个方案起码是2.0版。不染，当初我输给你，那我今天就让你输得一败涂地。你也要找我合作呀？上次事就没办成，这次能行吗？这次邀请你的项目，一定能让你一雪前耻，好好教训不染。不染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表面上算是，但在某种程度上，说是间接的仇人，也不为过。这些就是我们基于以上理念做出的改建设计效果图，大家请继续观看。是的，这方案真不错，比易华的更加完善。不愧是品上，这次更加创新了。短短时间内。品上准备的那么充分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一定是那个不然告诉陆慈阳我们的计划，让陆慈阳背得好爽。都怪那个不然。品上的方案真是太优秀了。他一边说相信我，
一边却让姚明和陈曼妮准备了第2套方案。从始至终，他就没想过用我的方案去赢得这次投标。棋子只配被人利用，你将要上的一课会很深刻的。以上就是我们的方案。不会是为啥了？这方案既创新又完整，比一环的更加完美。走。恭喜陆总，品上的方案真是太优秀了。陆总，我们评委会会对你的方案认真研究的。老板，听这掌声，品上赢了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竟然一再踏着易华的利益去讨好陆岑阳，我会让你知道背叛我的后果。我没有。不是你配合陆岑阳，那他怎么会提前准备一个完全压制易华的方案来？哪有当小偷的人还理直气壮的？谁是小偷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们别拍了，别拍了，谁让你拍了？你比你妈蠢多了。你妈至少选中了敏德肯对她好，而你呢，相中了一个只会利用你的人。陆岑阳根本没打算用你的方案，他根本不相信你，而你为了他，彻底失去能救赎你爸妈的机会。妈，对不起，本来我能利用这次机会让奶奶不再针对你们，可我做不到，我不能辜负陆岑阳对我的信任，但可能他也没有那么信任我。